女性如果说她难，就是难于自己身体。首先要接受第一次来例假，我非常不安，永远都要面对这种我完全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跟她说拜拜了，终于摆脱了暴君的纠缠和统治。年轻的时候，目标或者目的地，我直奔那儿而去，下笔都是非常肯定的。苦涩、惆怅，不悲不喜，平常温和，有太多的情绪，我需要表达。慢慢你可能这个皱纹填出来了，你要接受呢，还是你要把它去处理掉？每天我要去适应这张脸，希望就是我看着它不讨厌。我开始长白头发了嘛，染头发我也染过，要很长的时间在那儿，后来我就不染了。因为爸爸喜欢画画，夏天的早晨他会带我去画一张写生，我妈妈摘菜呀，他就不动了，希望我能画速写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我都非常的反感这样的，就是在暗示别人你应该做点啥。自己没有所谓的理想，也不知道学画画要干嘛。上美院的那个时间是无比幸运的，赶上了大的一个开放的状态，老师们非常尊重你的个性，强调你有别于别人。上大学以后，我画画的愿望和我沉浸在画画里的状态慢慢变成主动。荷尔蒙分泌旺盛，非常浓烈的颜色，非常大的笔触，一管颜色就是一笔，非常的过瘾。走路都是跑着的，有用不完的力气。今天再来看那会儿的画，真的是一个饱满的身心健康的状态下完成的，包括两性之爱，是很阳光的一种状态。刚毕业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家长绘画死亡了，很多人不再画画了，我就觉得我还喜欢画画，没有理由让我放下。虽然说是我们也都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，没有影响我画画的状态和心态。那一段时间租的工作室在博马湖的后面，在湖边吃个饭，处在一个比较荒的状态。我画面里有很多野花，非常不起眼的那种，包括麻雀坐在边上发呆，看着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看着那个小花。我就觉得它怎么会开得那么好？他知道有人看它吗？从来总过，它嗡嗡声吸引了我，才发现每一朵里都有很多的小蜜蜂，那么多，那个小小的小黄菊。老头说我那张画的好，说听到了嗡嗡声。我喜欢带一个铅笔，一个小画夹子，我就会勾个东西。颈椎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了，但是呢，出门画画的这个愿望还在。怎么办呢？小卡尺放在手里面，然后可以举着。这是一个小狗，河边遛弯的。这个是我在咖啡馆里画的老头，早晨在看书，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对镜子顾影自怜，就画了很多镜子里面的渺小的自己。他画画，我算是第一个观众，我画画，他算是第一个观众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年没有分开？按说两个各色的人像两个刺猬一样，彼此扎的疼，你一定是要分开的。但是因为在画画在艺术上面，我们又是有那么的默契，我们俩都没有停过手，都在自己的这个生命状态轨迹里面。这件事儿可能带给我们的这个喜悦是共同的。没有人说愿意说我要老去，但是你一定是会老去的。我非常好的朋友突然的心梗离开了，我的邻居也是没有任何征兆的。生命的无常，以前都是觉得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儿，当他慢慢的靠近你的时候，在这个年龄了，希望对生死能够是一个接受的态度。那天特别偶然间走在哪个街头看到了一个对联儿，有风有雨是天气，有苦有乐是生活，日日是好日。